因担心蓝思追伤势，两人整理一番，决定连夜御剑前往巴陵。因路途较远，便由蓝忘机带着他御剑。这回蓝忘机让他站在前边，从后面抱着他，道：“路途遥远，你若困了，便靠着我睡会。”看魏无羡亮晶晶的眸子直盯着自己，蓝忘机手里抱得更紧了些，又道：“我会扶着你，不会掉下去的。”魏无羡真想直接就亲上去，又想起答应过的从牵手开始，只好无奈叹气，回抱着蓝忘机，闻着他特有的檀香味，道：“好，那我睡了，韩光君可别摔了我。本老祖还想熬到步骤走完那天修成正果呢。”就见蓝忘机耳根微红，却是低头在他额前轻柔地吻了一下，道：“睡吧。”魏无羡只觉得自己要死了，并在心里默念：“蓝湛还小，蓝湛还小。”夜风还是有些凉，蓝忘机怕他冷，用广袖裹着他，并给他输送灵力，灵力轻柔地包裹他的全身，让他舒服地睡了一觉。一路御剑至巴陵，花了将近5个时辰。两人至蓝思追住的客栈时，已是晨曦微露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下了地，才轻轻地唤醒他。蓝湛到了。魏无羡睁开朦胧的睡眼，才发现已是客栈门口。蓝忘机还不忘给他整理了下衣服，两人才进了客栈。根据蓝曦臣留下的地址房号，找到了蓝思追的房间，敲了下门，房门便被从里边打开。魏无羡对上了一双熟悉的眼睛。温宁，公子。温宁说话还是一样的磕巴。里边蓝景仪看到他们来了，哪还记得家规，兴奋地冲出去大喊：“韩光君和魏前辈来了！”魏无羡还在疑惑呢，也懒得去管蓝景仪，问他：“温宁，你怎么在这？”“是我叫他来的。”后边一个少年音响起，魏无羡回过头，果然是金陵。不止金陵，臭着张脸的江澄也在，旁边还跟着个身着红衣的秀气少年。那少年见到他，一脸高兴，声音温温柔柔地唤他：“魏前辈。”又有礼貌地对蓝忘机行礼：“韩光君。”看来也是和他们熟悉的后辈，两人颔首示意。魏无羡又问：“你们怎么都在这？”蓝景仪解释道：“这次的邪祟本是在巴陵出没，是子珍家里的地界，他便约上我和思追还有大小姐金陵一起夜练。大小姐，景仪还真会起外号，很得精髓。”蓝景仪虽然跳脱，人还是靠谱的，一句话把他和蓝忘机不认识的那个少年身份悄无声息地透露出来了。巴陵地界的仙门世家为欧阳氏，而这个少年肯定便是欧阳氏的公子，名欧阳子珍。但是你怎么把温宁叫了？魏无羡心道：10几年后大家这么和谐的吗？还能叫温宁一起玩？金陵道：“我这不是不知道你和韩光君什么时候才能来吗？思追又受伤了，我怕是什么难倒的东西我们不懂，就把他先叫来了。”魏无羡还是不懂金陵怎么能叫得动温宁。陈情在我手上，金陵用什么叫？意念吗？蓝忘机却拉了拉他，道：“先进去说。”这时才想起一堆人挤在人家客栈的走廊呢，确实不太好，便入了蓝思追的房间。魏无羡向里侧探了探，见蓝思追正平稳地躺在榻上，面色看不出有什么不对。魏无羡又问：“思追怎样了？”蓝景仪答他：“喝了药，睡了，被划了道伤口，邪气入侵。修仙之人金丹护体，还能被邪气入侵，难怪蓝曦臣要叫他过来了。”魏不吵着蓝思追，几人便都聚在外厅，说明事情缘由。巴陵有一处偏僻地界，有人到欧阳氏禀报，说附近有片森林，有邪祟勾魂吃人，死了好几个人了。欧阳子珍便约上蓝思追、蓝景仪、金陵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夜猎。本来村民轻描淡写的，也以为不是什么大玩意，几个人也没多带帮手，入了森林，果然遇到了。可那邪祟无影无形，像团黑烟，打不到抓不得，实在难办。起先那邪祟也没有对他们下狠手，像是玩他们一样，环绕他们四周来回穿梭，虽是无形的，但声声刺耳的尖细笑声不停回响。几个少年不由得握紧手中的剑，心生寒意。蓝思追一直安慰他们，叫他们镇定，不能心急。那邪祟估计蓝思追是带头的，而且心气沉稳，便想先对他下手。也就是突然的，那邪祟本为一团黑烟包围住蓝思追，却在触碰到蓝思追后，好似发了狂，现出人形，竟是个曼妙女子。那女子本是面容姣好，看着蓝思追却是不顾形象，哈哈大笑，表情有一丝狰狞。蓝思追仍不慌不乱与她过起招来，
但那女子身手极好不说，还能招来其他帮手，霎时一群恶灵围绕过来向他们进攻。而蓝思追不知为何突然就呆愣着不动了。那女子举剑刺过来，幸得精灵反应迅速，扔出碎华撞了他一下，蓝思追才只是被划伤了手臂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此时手无佩剑，他只能改用剑攻击邪祟。眼看那女子还要再接一剑，精灵心道不好，突然一道紫色电光划开长空，打落了他的剑，是江城救了他们。我是听人线报，此处与我以前查的一件事似有关联，才过来查探的，谁知遇到这几个不省心的。通常邪祟出没都是由当地驻守的仙门世家解决，解决不了才上报给更大的世家。巴陵欧阳氏只算是中型规模的世家，因为和云梦离得近，所以依附江氏，于是江城也没在意那些，亲自过来查探了。等等，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4个加江城竟然没抓住那女的，让她给跑了？江城的修为在仙门中也算排得上号的了，又有紫电如此神器在手，再加上4个小的，啥邪祟这么强？蓝景怡坦然道：对，没抓到，因为出现了一个人。魏无羡问道：什么人？没看到脸，就见了背后长发飘飘的一个男人。江城转动手中紫电，想给那女人来上一鞭。紫电如此神器，一鞭打在灵体之上，直接就能把魂魄打散。可一个男人突然间跳进来，他们只看到了背影，而江城看到后，立刻转了鞭式，堪堪打在一旁的树上。一瞬间，那男人抱起那女子，撵了个传送符跑了。男人？对对。蓝景怡恍然大悟道：你这样发型的男人？魏无羡惊讶地看了看江城，只见江城点了点头。虽然他们只看到背影，不过确实一身黑衣，发型和现在的魏无羡一模一样。蓝思追挨的那下好像不是普通的剑伤，待那一男一女逃走后，终于不知倒地，他们就带着蓝思追回了客栈。幸好江城出门都是万全准备，叫了医修给他疗伤。蓝景怡赶紧写信通知泽无君，但泽无君表示韩光俊和魏前辈正在外夜猎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立刻赶来。金陵看着邪祟不同往常，恐多生变，便叫来了温宁，毕竟他武力之高，本是凶师，也不怕冤魂厉鬼。来龙去脉理完了，魏无羡决定先休息一下，晚点再去会会那邪祟和同款发型男。毕竟他们一路遇见过来，他是在蓝忘机怀里美美的睡了，但蓝忘机可是一点都没休息，他可心疼了，啥邪祟都得等蓝忘机休息好了再说。魏无羡起身去看蓝思追的伤势，想看看有没有线索。蓝思追的右手伤口不算大，已被处理过了，但从上臂伤口蔓延，整条手臂都变成了黑色。魏无羡摸上去，微微蹙眉。温宁在一旁担心地问道：公子怎么样？伤得不重，没大问题，只是这邪气入体有点奇怪。傅佑问道：思追只受了剑伤，没被邪祟咬了或者抓了吧？这虽然很像，但不是恶祖痕，而是怨气，直接打入伤口的怨气。若只是戾气所伤还好解决，找到怨气的源头主人，实在不行直接消灭了就行。若是和邪祟直接接触所伤，被灌入怨气的话，怕是强行灭绝也不得好。蓝景怡、金陵、欧阳子珍3个小辈此时正担心的扒在内厅的门上看呢，听到魏无羡这么一问，立刻飞速回顾脑内的记忆，然后异口同声道：没有，只有剑伤。魏无羡这才安心，拍拍温宁的肩，示意他会解决，不用担心，毕竟蓝思追这小孩可乖了，他自是要救他的。温宁还是那样呆呆的点点头。魏无羡想起温宁总是这样，最听他的话，除了把阿苑埋在萝卜地里之外，他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在他心里明明还是最近的事，可是突然一切就变得好遥远。魏无羡心中感慨，就问他：对了，温宁，阿苑呢？不是说阿苑和你在一起，阿苑怎么样了？他这句话惊掉了金陵的下巴。蓝景怡在一边扶额，温宁不明所以，磕磕巴巴：阿苑不就躺在那吗？魏无羡就看温宁指了指床上的蓝思追，瞬间他就明白过来，为何金陵要叫来温宁，为何金陵能叫的温宁来，蓝思追就是温苑，这死小孩竟然没告诉他。哈哈哈，我累了，蓝湛，我们回房吧。说罢拉起蓝忘机就想逃，就见穗华已经出鞘挡在门前。金陵的声音在后面冷冷的道：你到底是不是魏无羡？不得已，蓝景怡只好把魏无羡和蓝忘机失忆的事和众人解释了一遍。金陵问道：所以
你和韩光俊都不记得了，之前也不认识我。蓝忘机和魏无羡点了点头。啊，还好，我还说刚才魏前辈怎么和韩光君一样冷淡了，还以为让思追受伤，魏前辈生我的气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